你是否每天抓上一把坚果，心想这是对身体有益的健康零食？事实上，坚果富含优质油脂、蛋白质和微量元素，长期以来被认为有助于心血管健康与延年益寿。坊间还流传着每天一把坚果，远离三高的说法。坚果的好处虽多，但并非多多益善，人人适用。然而，在这些看似完美的天然营养丸背后，却潜藏着几个你意想不到的健康隐忧。特别是对我们默默工作的肾脏而言，有些坚果如果食用不当，不仅无法带来健康益处，反而会变成暗中伤肾的隐形杀手。肾脏是人体的清道夫，日以继夜地过滤血液，排出废物，并维持体内电解质与水分平衡。一旦肾脏受损，毒素和多余的水分便无法顺利排出，将引发高血压、水肿、骨质疏松等一连串健康问题。更可怕的是，肾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，在功能下降 50% 之前，你往往难以察觉任何异样。一旦感到不适，肾功能可能已大幅受损，甚至面临洗肾或肾脏移植的困境。洗肾不仅需要每周3次，每次约4小时接受透析治疗，生活品质与自由度大不如前，医疗负担也极为沉重。而且肾源一旦受损便无法再生，只能靠其余健康的肾源勉力代偿。因此，保护肾脏须臾不可大意，千万别等问题无可挽回才追悔莫及。根据统计，现代社会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人数惊人，在台湾约有240万人罹患慢性肾病，其中将近10万人需要长期洗肾才能维持生命。由于肾病患者众多，台湾甚至被戏称为洗肾王国。逐渐问题的严峻，在中国大陆，慢性肾病患者更是超过1亿2千万之谱。换句话说，不分年龄，人人都有可能面临肾脏损伤的风险，而饮食习惯正是影响肾脏健康的关键因素之一。有调查指出，高达70%以上的肾病患者在坚果食用上存在误区，他们以为坚果再健康，吃多了也无妨，却不知道自己可能正在让坚果里的某些成分一点点侵蚀肾功能。古人云，是药三分毒，再有益的食物，过量或不当食用都可能走向反面，坚果也不例外。你或许没想到，一些常见且看似健康的坚果，如果吃错了方法，吃过了量，反而会对肾脏造成负担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5种暗中伤肾的危险坚果，了解它们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损害我们的肾脏，以及我们又该如何避开这些地雷，安心享用坚果的好处。不少人都有过肾结石的痛苦经验，或至少听说过那种锥心刺骨的绞痛。俗话甚至说，肾结石的痛比生孩子还严重，这话绝非夸张。当结石卡在输尿管引发肾绞痛时，那种痛感仿佛有一块烧红的石头在体内强行穿行，令人生不如死。在肾结石的成分中，最常见的就是草酸钙结石。草酸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有机物，当它在体内与钙结合，就可能形成难以溶解的结晶，沉积在肾脏或尿路中，逐渐长成结石。很多坚果都含有丰富的草酸，例如我们常吃的杏仁、腰果、榛子等。这些坚果本身营养价值很高，富含维生素 E、健康脂肪和抗氧化物质，本应对人体有益，但它们暗藏的高草酸含量却可能在不经意间种下肾结石的种子。对于有肾结石倾向或病史的人来说，草酸的摄取更是要特别当心。有研究显示，每日摄入超过200毫克的草酸会显著提升草酸钙结石的风险。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杏仁中的草酸含量其实相当惊人。研究指出，每100克杏仁含有约469毫克草酸，换算下来，一小把杏仁约30克就可能带来超过100毫克的草酸。长期大把吃杏仁、腰果这类高草酸坚果的人，等于是在让肾脏不断面对草酸的袭击。时间一久，草酸结晶容易在肾脏中越积越多，终有一天形成结石，给你带来剧烈的疼痛和麻烦。更极端的情况下，大量的草酸不仅会造成结石，甚至可能直接伤害肾脏组织。肾脏科医师就曾分享过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，有一位热爱养生的中年男子，一天之内吃下了整整750克的腰果，以为天然食物多多益善。
不料隔天早晨，他竟发现无法排尿，吓得立刻就医。经检查发现，他的肾小管里布满草酸钙结晶，肾功能急剧恶化，最终必须紧急透析才能挽回一命。这件事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。再好的天然食物，一旦摄入过量，都可能变成对健康不利的毒药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降低高草酸坚果带来的风险呢？首先，控制摄取量是关键。像杏仁、腰果这类坚果，每天少量食用问题不大，但切忌贪多。一般建议健康成人每天坚果摄取量约1小把，约30公克为宜，且不要顿顿都吃同一种类。其次，务必要多喝水，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稀释尿液，帮助草酸盐排出，减少结晶沉积的机会。例如，有肾脏科医师建议肾结石好发者每天摄取大约3000毫升的淡柠檬水，利用其中的柠檬酸来对抗草酸钙晶体的形成，就有患者连续数年未再长出新的结石。最后，如果你本身有草酸钙、肾结石的病史，不妨咨询医师或营养师意见，严格限制高草酸食物的总摄取量，必要时可以透过饮食调整来降低草酸在体内沉积的风险。钾是维持人体神经传导、肌肉收缩和心跳稳定不可或缺的矿物质。正常情况下，肾脏会负责将多余的钾离子排出体外，维持体内的钾平衡。然而，对于肾功能不全的人而言，钾却可能从必要营养变成可怕的负担。当肾脏无法有效排出钾时，血液中钾离子累积，就会引发高血钾症。高血钾在早期可能仅让人感到四肢有些麻木无力，但浓度持续升高时，会干扰心脏的电讯号传导，导致心律不整，甚至心脏骤停等致命后果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我们日常爱吃的坚果中，有不少都属于高钾含量的食物，例如开心果、杏仁、腰果、南瓜子、榛子等，每100克含钾量动辄在数百毫克以上。其中开心果的钾含量更是接近每100克1000毫克，堪称钾炸弹。对于慢性肾脏病患者来说，一不小心吃多了这些高钾坚果，血钾就可能悄悄升高。有位肾友分享，他原以为坚果是健康食物，每天追剧时习惯抱着一大桶混合坚果当零食，结果定期追踪肾功能时，发现血钾指数飙到了危险边缘，被医生严厉警告，再不忌口就可能得住院洗肾。当然，对于一般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偶尔吃些高钾坚果并不会立刻危及健康。我们的肾脏调节钾的能力很强，一餐中多吃的钾通常能在之后几小时内由肾脏排出体外。然而，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毫无节制地狂吃富含钾的食物，尤其是中老年人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肾功能往往有所下降，再加上高血压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对肾脏的影响，更应该警惕日常饮食中的隐藏钾含量。若是不确定自己的肾脏功能是否正常，或已经被医师告知要控制钾摄取，那么享用坚果时务必要特别注意分量。医师建议，慢性肾脏病人每日的钾摄取量通常需要限制在2000毫克以下。拿腰果来说，一小把约30克，腰果所含的钾可能就有将近200毫克。如果再加上一根香蕉，钾含量约300毫克，或一杯牛奶，钾含量约380毫克，当天的钾摄取量很容易就超标。对于肾友而言，最佳策略是审慎选择坚果种类，并控制食用频率。例如，可以选择相对低钾的坚果，如夏威夷豆、栗子等钾含量较低的种类，并且避免将坚果当成无节制的日常零嘴。透过食品营养标示了解坚果中的钾含量，或向营养师咨询，也是保障摄取安全的好方法。磷同样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矿物质，参与骨骼强健和细胞能量代谢。然而，肾脏在维持磷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正常情况下，多余的磷会由肾脏排出。如果肾功能不全，磷就会在血液中逐渐累积，引发高磷血症。长期的高磷对身体影响极大，它会让骨骼中的钙质流失，导致骨骼脆弱，也会造成血管壁的钙化沉积，提高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因此，对慢性肾衰竭患者而言，饮食中严格限制磷的摄入是常态。偏偏许多美味的坚果都富含磷，这对肾友来说无疑是一个两难的隐藏威胁。举例来说，
我们常见的花生、核桃、葵花籽、南瓜籽等都是高磷含量的坚果或种子。一份100克的花生里大约含有350毫克的磷，核桃每100克的磷含量也接近300毫克。医师通常建议慢性肾脏病患者每日磷的摄取量应控制在800到1000毫克以下，如此才能避免血磷升高造成危害。由此可见，一大把花生或核桃所含的磷已占了一天上限的相当比例，对肾脏的负担不可小觑。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大部分多余的磷能够透过肾脏排出，不至于立即伤身。但对肾脏排磷功能受损的病人而言，这样的含量就非常惊人了。若频繁大量的食用高磷坚果，血磷可能一路飙升，使原本就脆弱的肾脏雪上加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，磷广泛存在于许多加工食品中，作为添加剂、防腐剂，日常饮食中不知不觉摄入的隐形磷早已不少。不少洗肾患者常抱怨全身皮肤奇痒难耐，这就是血中磷浓度过高所引发的症状之一。严重时，医生还得开立结合磷的药剂，帮助排出体内过多的磷。可见控制磷摄取对肾病患的重要性。面对坚果这种高磷食物，肾友们该如何取舍？专家建议，宁可少量品尝，别过量囤积。可以选择在2餐之间少量地吃几颗坚果解馋，但切勿每天都吃大量坚果。在医师或营养师的指导下，制定磷的每日摄取上限，并计算各种食物中的磷含量，将有助于在保护肾脏的同时，仍不至于完全与美味的坚果绝缘。当我们走进超市的零食区，各式各样调味坚果琳琅满目，什锦坚果、盐焗腰果、海苔杏仁、蜂蜜花生，这些加工过的坚果散发着诱人香气，让人口水直流。然而，你可曾注意过它们包装背后的营养标示？许多调味坚果含有惊人的钠含量，为了增添风味，食品厂商往往会添加大量的食盐、酱料、糖和其他调味粉，将原本清淡的坚果变成重口味的零嘴。然而，这美味的背后隐藏着对肾脏的伤害风险。钠摄取过量会造成高血压和水分滞留，高血压被誉为沉默的杀手，更是肾脏损害的重要元凶之一。当血压升高，肾脏的微血管长期承受高压冲击，肾小球过度滤过，久而久之，肾功能就会逐渐下降。对于原本就有肾病的人，更是雪上加霜。此外，过多的钠会让身体留住水分，导致血容量增加，浮肿给心脏和肾脏都带来额外负担。因此，医生经常叮嘱肾脏病患要严格低盐饮食，就是为了降低这种风险。别以为只有肾病患才需要在意钠的摄取量，现代人普遍盐吃太多，不知不觉中每天的摄盐量远超标准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一般人每天钠摄取量不超过约1500到2000毫克，相当于食盐4到5克。看起来很多，其实不然。随便吃一包市售的盐焗花生米约50克，其中的钠含量可能就高达300毫克以上。如果再来几包不同口味的坚果，当天光是零食就摄入上千毫克钠，更不用说我们3餐中的隐藏食盐。长此以往，肾脏和心血管都处在高压环境中，难免不出问题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号称甜口味或特殊风味的坚果，同样可能含有偏高的钠。例如许多蜜汁、麻辣口味的坚果，在加工时也会加入酱汁腌料，其中含有盐分。有一位40多岁的上班族小王，每天下班爱来一包辣味花生搭配啤酒，长年累月如此，几年下来，他的血压持续上升。体检时发现肾功能指数也出现异常，医生追问生活习惯后，点出了祸首，正是那天天陪伴他的高盐花生零食。事实上，甚至有的甜味坚果会添加麦芽糖、糖浆和味精等增味剂，你吃起来或许不觉得太咸，但隐藏的钠含量依然惊人。因此，在选购坚果时，千万要注意配料表和钠含量标示，尽量选择原味、未经过度调味的坚果或者低盐版本。如果一不小心买了重口味的坚果，也可以用小技巧减少钠摄入，例如将其与无调味的坚果混合，冲淡咸味，或者干脆用热水稍微冲洗表面的盐分。当然，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培养清淡的口味。
用天然坚果原本的香气和甜味来取代对盐味的依赖，少油少盐，不仅保护肾脏，对整体健康也是大有裨益。如果说盐焗坚果是高钠陷阱，那么各种油炸、糖制坚果就是另一个让人难以抗拒的甜蜜陷阱。想象一下，香酥可口的炸腰果，裹着焦糖的糖炒花生，一口咬下，还有蜂蜜余香的杏仁脆片，这些零食版的坚果吃起来过瘾，却早已偏离了健康的轨道。透过油炸，高温让坚果吸收大量的油脂，而蜜饯则让坚果沾满糖浆和人工添加物，结果本来富含优质脂肪的坚果变成了反式脂肪和精制糖的载体，热量爆表不说，对代谢健康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小觑。此外，油炸过程中的高温会破坏坚果原有的不饱和脂肪，让有益的脂肪酸氧化变质，甚至产生对健康不利的氧化物质。换言之，一旦经过油锅高温洗礼，坚果原有的营养优势就所剩无几。过量的糖含脂肪摄取会直接导致肥胖，而肥胖又是糖尿病、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温床。当一个人体重超标，内脏脂肪囤积，不仅肝脏周围会积累脂肪，肾脏周围也一样会被脂肪包围。肥厚的脂肪组织会对肾脏造成机械性的压迫，使肾脏滤过功能下降。此外，肥胖容易导致胰岛素阻抗，引发血糖升高和第二型糖尿病，而糖尿病正是肾衰竭的首要成因之一。同样地，高糖高脂饮食也会加重高血压，形成心肾双重损害。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，长期大吃油炸或蜜饯坚果，无异于在透支自己的肾脏健康。反式脂肪则是另一个隐形杀手。部分廉价的油炸食品可能使用氢化植物油来延长保存期限，产生的反式脂肪会提高有害胆固醇，增加发炎反应，对心血管和肾脏都是非常不利的。虽然许多国家已开始限制反式脂肪，但并不代表我们吃的每一口油炸坚果都高枕无忧。总之，油炸含果糖的坚果几乎把坚果的优点全部抹杀，只剩高热量和高危险。想想看，一份原味核桃也许只有几十卡热量，但裹上糖衣再炸一遍，热量翻倍，还可能添上对人体有害的成分。这样的零食再好吃也不值得。在享受美食与维护健康之间找到平衡，是每个爱好美食的人都需要修炼的课题。面对油炸、蜜饯、坚果的诱惑，我们能做的首先是克制，将这类坚果视为偶一为之的放纵，而非每日的点心。其次，可以寻找健康的替代品，例如将杏仁、核桃用低温烘烤，撒上一点肉桂粉或海苔碎，增加风味，就能在无需额外糖盐的情况下享受到美味。市面上也有一些标榜烘焙而非油炸、无糖清甜口味的坚果产品，可作为选择。只要原则上记住少油少糖，就能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伤害宝贵的肾脏。顺带一提，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小李，试吃糖衣坚果当下午茶点心，几年下来体重暴增20公斤，还被诊断出第二型糖尿病和肾脏早期病变。经过医生的严格饮食控制和减重建议，她才渐渐将血糖和肾脏指数拉回正常。这个例子提醒我们，甜蜜的坚果零食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愉悦，却可能换来长期的健康隐患，实在得不偿失。看完上述5种危险坚果，你可能会疑惑，难道从此以后要对坚果敬而远之吗？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恐慌，坚果的营养价值仍然毋庸置疑，关键在于我们要聪明的吃。值得强调的是，这篇讨论并非要妖魔化坚果。事实上，许多研究已证实，适量摄取坚果对健康有诸多益处，例如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，提供优质蛋白与抗氧化营养，甚至与更长寿的寿命相关。但所有好处的前提是适量与因人制宜。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拒绝坚果，而是了解怎样吃才安全。以下5大要点能让你在享用坚果美味的同时，远离肾脏受损的阴影。1. 适量而止，切忌暴食，每天摄取坚果保持在1小把左右，约30公克，既能获得丰富营养，又不会因为过量而增加肾脏负担。切勿因为坚果富含好油脂就无节制的猛吃，累计下来的草酸、钾、磷
等成分再健康也会变成问题。尤其要避免像前述案例那样一次吃下几百克坚果的极端行为，对身体有害无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节庆场合往往是坚果摄取的高峰期，逢年过节亲友团聚，桌上总少不了花生瓜子，边聊天边嗑，不知不觉就吃掉了平日好几倍的量。这种时刻更需要提醒自己适可而止，为自己的肾脏把好最后一道防线。2. 首选原味，少碰加工，购买坚果时优先选择原味未经调味的产品，尽量避免高盐的盐焗坚果、果糖的蜜饯坚果或混合着色素与香料的调味坚果。天然的坚果其实自带香气和风味，习惯了原味后，你会发现不加盐和糖的坚果依然可口，而且少了过多添加物，肾脏的代谢压力也会小很多。如果配料表中出现味精、磷酸盐等字眼，就表示产品中含有额外的钠或磷添加，这类坚果更要敬谢不敏。3. 了解自身健康状况，如果你有慢性肾脏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等问题，或曾经长过肾结石，那么在吃坚果之前，务必先了解哪些种类对你不利。肾病患者应特别注意坚果中的钾和磷含量，肾结石患者则要留心草酸含量，必要时可以请教医师或营养师，制定适合自己的坚果摄取计划。如果是不清楚自身健康状况的人，也应该定期检查肾功能，知己知彼，才能放心的享用各种美食。4. 充分水分与均衡饮食，吃坚果时别忘了多喝水，特别是对于预防肾结石非常重要。水分充足可以帮助肾脏冲刷代谢物，减少草酸结晶沉淀的风险。另外，不要把保健的希望都寄托在单一食物上，均衡饮食搭配蔬菜水果和充足的钙质，可以从整体上降低坚果中某些成分的负面影响。例如，多吃富含柠檬酸的水果，如柠檬、水蜜桃，有助于抑制草酸钙结晶形成，这也是营养师常给肾结石患者的建议之一。医生也提醒，曾患结石的人每天摄取至少2000到3000毫升的水分，帮助尿液将那些不速之客冲刷出去。5. 注意保存与新鲜，坚果含有丰富的油脂，一旦保存不当，受潮变质，不仅营养流失，还可能滋生危害健康的黄曲霉毒素。特别是花生、玉米这类容易受真菌污染的坚果或谷物，存放时要格外留意防霉。选购时留意生产日期和保存期限。开封后的坚果请密封保存于阴凉干燥处，并尽快食用完毕。如果闻到油耗味或者看到坚果表面有发霉斑点，就千万不要再吃了。黄曲霉毒素是世界公认的一级致癌物，不仅会导致肝脏癌变，对肾脏也有严重的伤害。因此，千万不要因为舍不得丢弃而吞下任何可能发霉的坚果，一旦怀疑不新鲜就立刻丢弃。总而言之，坚果是健康饮食中一把双刃剑，吃对了，它们是心脾的保护者，脑力的燃料，血管的清道夫，但吃错了，它们也可能成为肾脏的负担，甚至噩梦。不要被纯天然就无害这样的迷思蒙蔽了双眼。幸运的是，只要掌握科学的使用方法，我们完全可以两者兼得。在日常饮食中，保持多样化和适度原则，留意食品的隐藏成分，倾听自己身体的反应，就是对肾脏最好的爱护。希望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都能更聪明地选择与享用美味的坚果，让健康伴随每一粒香脆的滋味，长长久久陪伴我们的人生。最后提醒一句，肾好，人才活得更长久、更健康。愿我们都能谨记以上原则，在大快朵颐的同时，守护好自己的肾脏，让美味与健康相伴，为人生添彩。